好，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在川习会之后，没有想到中俄之间的结盟关系又再度的升级到另外一个高度。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习近平在这个时候端出了所谓的人民币大蛋糕，要联手俄罗斯闯极地抗美霸权，如何做？今天一起来看。好，习川会的这个余温都还没有散，俄罗斯这一回立刻有所行动了。他是我们来看到是俄罗斯的总理米舒斯金在11月4号的时候正式访问了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好，习近平怎么说呢？在会面的时候，他说中俄的关系今年以来在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中笃定的前行，呼吁双方把中俄合作的蛋糕给做好。被解读是不是美国越封锁，中俄之间合作就要变得更深呢？因为我们来看到最新中俄之间已经签署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合作。这一次具体的合作不是只是在包括的能源或者是粮食，而是更高的层级、更高的等级的层面，包括已经扩及到金融制度还有极地领域两项一起来看。包括了说，俄国将会利用国内2所航运专业大学来按国际标准为中国培育它的极地水域的专家。第二个事情就是稳步的推动中俄之间在银行领域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合作，包括要扩大人民币的交易。好，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苑老师怎么看了川习会之后，中俄的合作反而是加得更深了，尤其是中俄之间的资本，接下来如何做好人民币国际化跟本币交易结算，那么去美元化。第二件事情是，俄罗斯现在帮中国训练所谓的极地水域专家，是要对抗美国在此的霸权吗？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真的是天佑中华啊！我跟你讲，以前我在欧洲住的时候俄罗斯人是看不太起中国人的，俄罗斯人倒是很羡慕欧洲人啊。这我说句良心话大家也会觉得说是好像俄罗斯哪有资格看不起中国人？那个时候确实是如此因为他们长得跟瑞典人、挪威人都一模一样嘛这个大家都看到这个样子的话呢，就会觉得说好像低人一头。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俄罗斯是看着中国。我跟你讲，这个俄罗斯到什么程度就是首先见到李强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米舒斯基他到了杭州见到李强的时候就尽说好话，然后当然又到了北京能够见到这个我们习近平主席了。他们谈论的事情当中，你刚刚讲到北极极地的时候，那个很明显，除了军事上的用途的话呢，大家讲全球暖化当中极地的这条航道确实是对大陆解掉了燃眉之急，因为你的中欧班列的话，里面经过那些地方他妈都不稳定你知道吗？那些国家都很乱。但是你极地这边的话呢，就是中俄2国的嘛，对不对？就这样。然后另外呢，我讲的本币交易的话呢，更不要讲，俄罗斯需要因为大陆现在的话呢，一方面的话呢，在香港这边发行了以美元作为国债、主权债，用美元来发行，强调信用。我们发行的美元债比你们美国发行的美元债信用还好，殖利率更低。这个就说明的现象，俄罗斯看了非常羡慕。我跟你讲他们这边所谈论到的能源不要讲嘛，油气对不对？军事上的合作要包含了要登陆月球需要俄罗斯的科技这个都很大方。那发动机更不要讲，签证免签就你想想看，你能够到俄国去免签俄国的2200多万平方公里，你这整个北半球有1半以上在俄国你去那边打熊打狼什么都随便你，对不对？然后经济的问题、开发的问题、食品的问题，你在大陆到任何地方都有俄罗斯的店在那卖大列巴。俄罗斯的香肠这个俄罗斯的啤酒vodka 什么的都有我跟你讲，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总理跟总理的约会的定期见面，定期这个很难得的，国家好到这种地步。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以前我们山东人都是闯关东，对不对？对。现在即将要闯远东整个西伯利亚的开发可能有670万平方公里都要交给中国人来开发，你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吗？为什么俄罗斯愿意做这么大的让步？我告诉你，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俄罗斯实在没办法了。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只好靠中国。是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俄之间加强合作，不仅仅是在整个经济上面，还有在军事、地缘政治上面看在眼里的是这个川普，他这一回可急了，所以呢，他其实在这一次习川会进行之前，他就已经秘密的指示美国自己境内的这个战争部说，立刻展开核试的测试。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比拼这个军事了。川普呢亲自说明说，俄罗斯他在试验，中国也在试验核试，只是他们没有公开而已。
他们在极深的地下试验，你只会感觉到轻微的震荡。他说：“我不想成为唯一一个，也就是美国没有做测试的国家。”针对此，中俄双方都说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哦。但是呢，克里姆林宫更是宣称说还在等川普做一个解释，为什么这样污蔑他们？干哥怎么看？川普指控中俄进行的秘密地下核试的这个测试，到底真实性有多高？那如果真的做的话，这个特性是什么？能够被侦查到吗？我觉得川普还是这样，先讲先赢啊。但是现在讲到科学，就要有科学的证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地下核子试爆，美国从1949年就能够掌握了，也就是说什么，用空气里面的微悬浮粒子来侦测。所以你知道美国为什么在全世界它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飞机啊？我讲一种叫 WC-130W Weather。看起来什么气象调查专业飞机啊？不是，那是中情局在管的，那是专门在掌控全世界有任何国家进行非法啊，在他们眼里都是非法或是反常的一些行动的时候 ，WC-130就出动了啊。为什么？因为这种飞机就是专门在侦测空气中的悬浮微粒。然后呢，以什么为单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称，那个单位叫毫西弗。超过多少毫西弗，代表这里有不寻常的核子辐射。就像车诺比那个辐射事件发生的时候，它的毫西弗是高到平常背景值的1000倍啊，你就知道这出问题了。那1949年，俄罗斯第一次核子试爆，地下核子就被像这样子的飞机查出来了。所以。川普，你认为别人也在做核子试爆，美国不能没有，中国、俄罗斯都在做，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因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在1996年签署之后，那大家都会遵守，就是不会在地表上进行，都会在地下进行。可是，在地下进行，其实也是可以掌握得到那个数据的，而且美国自己本身他们在这个核试的时候，就是在1990年以前，它核试的时候，它会安装诊断电缆，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可以测出对方有没有在进行不寻常、大规模的核子试爆。所以，川普现在叫战争部搞这个说，我们也要试爆。你现在要试爆，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试爆核子武器不是很重要，你应该要去注意到俄罗斯新的那种核子鱼雷即将服役了，叫做海神鱼雷。海神鱼雷它可以打掉一整个舰队，不过我觉得那个可用性、实用性，舰长在这边他一定觉得那个实用性很低了，很差。为什么？用摧毁一整个舰队，丢一颗原子弹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用鱼雷呢？所以川普，你可能要马上得到什么？得到就是观众的掌声、民众的掌声，但是你对于这些真正属于科学范畴的部分的话，你应该要先提出数据来。让大家能够信服，也能够让普丁跟习近平信服，说：“哎呦，真的，我们做坏事被你抓到了。”因为他们两个都说：“我们哪有？我们根本没有进行核子试爆。”然后川普，你竟然叫战争部做这种事情，无非是在你个人的声望加分而已。但是我觉得那个都只能够骗3岁的小孩子。是好，一边川普还有美国担心整个中俄在军事上面的崛起，但是另外一边委内瑞拉则是看好中俄在军事上面的崛起，或许可以帮助到他们。尤其现在美国不是要这个针对于一直提出说要针对委内瑞拉开打战争嘛，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关键点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披露，他说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已经亲笔致信给不管是普丁或者是习近平，希望能够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首先我们看到他求这个普丁来帮忙什么？他第一个他希望帮忙修复从俄国采购的数架苏凯的战机，另外还计划采购14套俄制的防空飞弹系统跟后勤支援。刚刚讲的嘛，他也求中国的帮忙，那么写信给习近平，寻求扩大彼此在军事上面的合作，提供雷达侦测系统。有了雷达跟飞弹系统，来自于中俄就能够救委内瑞拉吗？中俄接下来有可能在南美这边跟美军正式交锋吗？舰长有怎么看？首先啊，这个委内瑞拉是南美最靠头上那个，它隔了一个古巴，对面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叫那个最南的那个州，就是他们很近的。以这个距离来讲哦，俄罗斯在很远，中国也在很远，这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要想帮他是很难的。第二个，
你再说这个委内瑞拉是一个治安败坏的国家，毒贩、黑帮、警察、政客几乎结合在一起，我相信可能也包含了马杜罗。所以如果你从别人的观点来看，其实那里的人民可能很希望把这些人都推翻掉。他们是全世界这个藏油量最高的一个国家，可是整个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所以你说他希望别人去帮他，别人会不会去帮他？尤其北京的立场，对，你知道他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想要叫什么这个俄国或是中国的武器在南美那里去跟美国对战，我觉得几率不大。而且美国现在是大兵云集，摆在他这个门口。那最近其实我一直在观察，我觉得川普现在只是怕说我这样打过去以后世界会怎么说我，而且川普这个人不太，就是说真的去发动一个战争，他可能想用兵就是威胁他这样去，但是我认为真的在短时间之内他是有可能去，美军有可能打到这个委内瑞拉。我有5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藏油量太高了，它是全世界第一，第二个沙烏地阿拉伯只有它的88%，第二个它的治安真的很败坏。我这样讲，人民忘志，人民可能很希望他们推翻掉，可能他们还希望美国去管理这个国家，因为他们真的是人民真的生活只是非常之惨。第三个就是它的距离，它就是隔了佛罗里达就跟着在那，所以它就距离那么近。我把这里拿下来，美国的公司来开发这里的油，就这样就运过来了，不像别的地方可能还要非常远。第四个，它有充分的理由，什么理由？你们贩毒啊，你们是毒品转运站啊，你们害了我们多少美国人啊？还有第5个，就是因为要打击他们的毒品啊、黑帮啊这些毒贩 ，CIA 长期在委内瑞拉有布线，所以他们是有很多的，所以他会了解那里的军事状况是什么样子。现在大兵摆在这里，否则这么弱的国家，你摆那么多军队做什么？对，那不单是恐吓而已，恐吓你拉掉一半就很恐怖了，摆这么多，我是觉得他真的要，因为那里有一个川普非常觊觎的一个石油，那个石油量实在太大了。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